我的 iPhone 16 Plus 到货了，现在马上来开箱哦。首先撕开这个包装纸，把它撕开。那为什么会买这个 iPhone 16 Plus？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以这一次 iPhone 16发布来讲，性价比比较高一点。哦，它有2颗镜头。好，我们看看，我这一次买的这是湖水绿色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拆开，拿出来看一下哦。屏幕上方有个包装膜贴着，然后随附的只有一个充电线、传输线，还有一个 SIM 卡的pin针。那其他就是说明书啊，那薄了一层哦，环保的关系什么都没附啊。那因为前几年 iPhone 就没有附这个充电头了，你要自行购买。那今天我们着重的是要来看一看这个 iPhone 16 Plus 它的夜拍能力如何哦，也就是说弱光的情况之下，它的拍照的画质功能，以及这个录影拍照的功能，还有这个防抖的功能如何哦？看看它这个电子裁切跟这个运动相机来比较看看哦，也就是我前几天上礼拜买的这个大疆的运动相机来互相比较看看，那实拍看看才知道到底其中的差异是如何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iPhone 16 Plus 跟我旧机 iPhone XS 的比较。那一个是 6.7 寸，一个是这个 5.7 寸。那大小比较，大家可以在画面上显而易见看到其中的差异。那外观的部分，左手边有音量键、SIM 卡自定键，那右手边有开电源键以及这个相机键哦，这一次新增的相机键也是它的重点。那随后我们直接上画面来看看这个 iPhone 16 Plus 它的夜拍能力到底如何。首先这一段画面是关闭了 iPhone 16 Plus 的防抖功能哦，也就是录影的防抖功能。那是用这个大疆的这个 Osmo 的手机的3轴稳定器哦，那步行来拍摄啊，那各位可以看看效果如何。那随后我们来看到这一段是直接手持的哈，也就是说没有用大疆的稳定器，那直接用双手持，那步行来拍摄。那这个有开启这个 iPhone 16 Plus 的录影防抖功能啊，当然你开启的拍照也是一样有防抖功能。好，那随后我们来看到这一段是这个它的除了开启防抖之外，它的运动低光也开启了啊，所以它这个幅度上下起伏的幅度就比刚刚前面有比较大的起伏哈。那当然各个效果如何，那就看个人去取舍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HDR 的模式，那因为我这里是把它还原到标准的 REC 709。那这个就是变成说这个 HDR 的效果，它变得会蛮亮的哈。那曝光也是它自动曝的，那只有我在这里后置的时候稍微压一下高光。它一样是手持也都是手持开防抖，都是 iPhone 16 Plus 的防抖功能。那现在是电影级，那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，就是说它这个电影级的那个焦点，也就是说它焦点会自动锁定人脸等等，然后或者是说你背景的话，那你就要把它往上移，或者你手去把它点一下那这就是所谓电影级的这个拍摄。那你随后也可以在 iPhone 里面再去调整它的这个焦点 focus 在哪边那景深的部分可以调整。好，那随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iPhone 16 Plus 上了这个关闭了防抖机内防抖，然后上了3轴稳定器，
跟原本这个大疆的这个 DJI Action 4哦，也是手持自拍棒啊，也是开启它机内的防抖电子裁切的防抖，那来比较看看那两者的功能到底如何。好，那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 iPhone 16的部分 ，iPhone 16 Plus 的部分，它的画质确实会是比这个 Action 4还好。那跟这个大疆前一阵子出的这个 Pocket 3，那前几期我也有测试哦，他们两个的画质在夜间的画质其实是不分伯仲了哦，其实都差不了多少。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拍照模式。当你横置之后，按一下上方的相机键，啊，它就会出现这个照片的 APP。然后再来就是轻触一下，摸着不放，啊，它就会出现这个放大缩小的这个界面。但是这个界面也蛮奇怪的，就是不容易触控哦，和那个向左向右哦，那就不太容易触控。譬如说向左是放大，向右是缩小哦，那就是有时候会变成广角。那当然，你再继续，你也可以触摸它那个上面那个黑条的部分哦，那就可以改变其他的这个参数。那譬如说是光圈啦哈，或者是风格啦哈。哦，或者是这个照相机啦，哦，那个其他的功能，那么现在可以把它调整一下这个光圈的大小哦，我们来拍一张看看，手动拍一张，那有时候这个触控哦，反而触控会比较灵敏，用那个相机键的话会觉得怪怪的，老是会没有启动它的功能就对了。哦，比如说现在在调整这个风格哦，拍照的风格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调看哪一个格调的风格来调整。那别的话，色调也可以调整哦。还有就是焦距哦。那注意的是要点击这个调重的部分哈，而不是点击它的说明的那个字。好，那我们光圈调到1.4来拍一张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的效果如何。好，那再调一下。哦，把光圈调大一点，那其他比较背后的东西可以再清楚的拍到哈。再拍一张，那景深就有改变了啊。那右手边这边也有很多选项可以供你调整哦。那这边也有啊，看要调整4:3、16:9等等，那就看你个人习惯。那我是第一次使用啊，觉得这个相机的触控，也不能说难用啊，就是它老是启动不了，我就觉得蛮奇怪的，是我的手指太小呢，还是太大，那因为我是属于小手，所以是不太可能啊，是属于太大的哈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拍照的其他的那个风格，我们先回到原点标准，那先拍一张哦。那现在都是预设的，我都没有调哈。针验的、自然的调整一下啊，拍一张，光芒的调下，四季，宁静，各种颜色我们都给它套一套试看看，黑白的黑白增强鲜明的啊，那往回调，那往回调其实还有其他的模式。那我们可以依序来看一下这些照片。那这些照片我都没有后置，也没有调，就直拍直出那针验啊，干嘛啦哈？中性啊。好，那依序这个功能的话，这个风格它有10几种。
那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。最后，以我买这个 iPhone 16 Plus 这只手机来说的话，它的各项性能其实，譬如说游戏啦，对我来讲，我是无关紧要的。那 APP 的其他的启动等等的功能，那个每一只手机现在来讲，即使是 Android 都有一点效能过剩。那对于我比较看重的是这个它的拍照的能力跟这个录影的能力。那以这2项指标来看的话，其实它已经符合我心中所谓的最佳性价比的这个手机。那相比来讲，这个拍照弱光、录影弱光，跟这个运动相机来相较，甚至是跟我这个以前的 iPhone XS 来相比较的话，它的画质和其他的功能都进步很多。当然你会说，那已经隔了那么多年，当然也要进步。是的，没错。可是就之前那个 iPhone XS， 我是不会拿来夜拍的。那如果应急的话，是手机拿出来大太阳拍一拍。那相较于运动相机来讲，这手机跟那个运动相机的用途不一样哦。虽然运动相机的画质差一点，可是还是有可以解决的方法。那以目前这个阶段来看，这个 iPhone 16 Plus 这个相机的功能，不管是大白天或者是夜间，对于我在制作影片或者拍照的需求来讲，都已经是可以堪用了。那如同上几期的讲的这个 Pocket 3大疆的 Pocket 3，它的画质一样，已经是可以当成是备用机的。当然，你要跟传统的这个微单的半画幅或全画幅讲，当然还是有一段距离。好，那今天就说到这边，谢谢各位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